清明细雨里，我站在了父亲的灵前，他戎马一生，连离世都走得悄无声息。我抚过灵柩，爸，您一辈子低调，连走都要瞒着世人。我送您回家。医护人员递来骨灰盒，沉甸甸的，是父亲的一生。我双手接过，紧紧抱在怀里，不敢有半分松懈。两侧工作人员齐齐低头，敬上沉重的默哀。带着父亲的骨灰，我落地江北，阴雨蒙住了整座城市。我捧着骨灰盒走出到达口，只想快点带父亲落叶归根。霍先生吗？你儿子头骨碎裂，内脏大出血，正送往市医院。我马上到。医院走廊的红灯亮得扎眼，我疯了一样冲过去，眼里只有那扇紧闭的大门。霍先生，你儿子嘴贱惹事儿，我儿子正当防卫而已。你今天不跪下道歉，医生可不敢手术。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死不了，不过明天的摩托锦标赛冠军只能是我了。嘘，一个放养出来的小子也配跟浩辰集团唯一继承人抢名额，简直就是找死啊！给我记住了，在江北，别说一个小小的冠军，天上掉下一个钢镚都得是我儿子的，知道吗？我拨通了楚静的电话。楚静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又生了一个儿子？你谁啊？我的电话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打的吗？劝你最好删掉我的联系方式，不然我法务让你牢底坐穿。喊楚静，浩辰集团女总裁也是你这种人能喊的？阴沟里的老鼠也想攀高枝，赶紧下跪道歉！老婆，有人污蔑小李是个强奸犯，还想跟小李抢冠军，我就想让那个选手道歉而已。选手家长居然威胁我。你和小磊没受伤吧？没有。由他人欺负我的男人和儿子，这和骑在我头上撒野有什么区别？李教练，楚总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好。是你儿子嘴贱，非要污蔑磊少猥亵女人，纯属活该。今天你必须给赵总磕头谢罪，识相点就跪下。你儿子的命现在就捏在赵总手里。早就看霍艳天不顺眼，一个破落户的儿子，指不定卖了多少屁股。爸，我没有，我亲眼看见赵磊在巷子里强迫那个女孩，他们怕我拿冠军，才对我下死手。叶安，你放心，爸爸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你明知道我跟那女的是你情我愿，就等我夺冠官宣，你偏要坏我好事，还敢污蔑我强奸！听着，谁骑摩托从这对父子身上碾过去，一次1万，技术最好的直接10万。我保证你们永世不得翻身。爸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今天不跪到我满意，你儿子就等着吧。你刚才说浩辰集团唯一继承人是你儿子赵磊？当然。爸，您看，这江北的天该晴了。5年前我受命投身科研，离家时妻子对我说会守好这个家，我信了她的话。5年后，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归来，满心悲凉，却发现家已不是家，而将不尔。在医院的走廊里，赵鹏程用最轻蔑的眼神看着我，逼我下跪，逼我签下不公的文书，还用我儿子的性命威胁我。他的儿子赵磊更是出言恶毒，肆意羞辱我的孩子，说尽伤人的话。儿子被吓得浑身发抖，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只能强压怒火，轻声安慰他，我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。我们霍家向来低调，从不主动惹事，但也绝不是任人欺凌的软柿子。可赵鹏程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他嗤笑我不自量力，扬言要让我见识他的权势。他一声令下，整个医院的人都不敢上前，医院外的道路也被彻底封锁。我儿子伤势危重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靠近危险。我积压已久的怒火再也无法压制，怒火冲头的那一刻，我抬手就给了赵鹏程一记耳光，怒斥他仗势欺人，质问他为何要把医院变成私刑之地，阻拦医生救治我的孩子。我的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我当众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告诉众人，浩辰集团本就是我家的产业，只要有人愿意出手救我儿子，我必定重重答谢。可在场的人都被权势震慑，没人敢上前帮我。赵鹏程回过神后，恼羞成怒，让手下将我按在地上，逼我磕头赔罪，还要废掉我的双手。我被强行摁着磕头，额头撞在冰冷的地面上，鲜血直流，视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就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，赵磊竟然一脚踹碎了我父亲的骨灰坛，还口出恶言，说这东西晦气。我看着散落一地的骨灰，整个人都快要疯掉，嘶吼到喉咙发疼。那是我爸的骨灰，竟被人如此轻贱。赵磊恶意踩踏骨灰，在地上胡乱涂抹，
赵鹏程嗤笑出声，骂我废物，说我满口谎言。我浑身颤抖，红着眼怒吼，让他住手，怒视他们必会为今日行径付出代价。可众人只当我疯癫，肆意哄笑。赵鹏程更是出言嘲讽。就在此时，脚步声传来，楚静身着紧身旗袍，在保镖簇拥下走来，语气冰冷，质问是谁欺辱他的家人。他亲昵地靠近赵鹏程，赵鹏程立刻向他哭诉，颠倒黑白指责我。楚静缓缓看向我，看清我面容的瞬间，他神色骤变，眼中满是震惊，失声开口。我冷声打断他，字字咬牙。我让他念及骨肉情分，救救我们病危的儿子燕安，也护住我父亲的骨灰。话未说完，赵鹏程猛地推开他，怒不可遏，质问他为何隐瞒过往。楚静神色一僵，随即断然否认，只说心中唯有赵鹏程。我彻底心死，他从未在意过我与儿子。下一秒，楚静面肉狠色，下令保镖将我拿下。我厉声喝止，却仍被强行架起，吊在树下，皮鞭狠狠落下，我身上瞬间布满伤痕，剧痛让我不住抽搐。赵鹏程在旁肆意嘲笑，赵磊更是将虚弱的儿子燕安拖到面前，端着瓷碗出言羞辱，极尽嘲讽。赵磊故意放缓语调，出言阴狠，竟将我父亲的骨灰汇入汤中，想逼迫我儿子燕安喝下。儿子不肯顺从，被他强行弄晕过去。我拼命挣扎，铁链勒得我生疼，嘶吼着怒斥他们恶行，也说出父亲霍振国的身份，只求他们停手。楚静却只当我在胡编乱造，嗤笑不已。他拿出离婚协议，说只要我签字就放人。为了救下儿子，我早已对他心死，当即答应净身出户，毫不犹豫签下名字。但协议落笔，我不再理会旁人目光，拿出一部老式加密手机，拨通了一通电话。片刻后，电话接通，听筒里传来一道沉稳的男声。我强忍浑身剧痛，拨通了负责特殊功勋保障的张上将的电话，报出父亲的专属代号，细诉我们祖孙3代的绝境。功勋编号0849的爷爷骨灰坛被打碎，父亲遭恶意施暴，我被打到生死一线，竟无一人敢出手救治。电话那头死寂3秒，张上将原本沉稳的声音陡然失控，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的慌乱。带头施暴的赵家之子赵鹏程满脸不屑，朝我吐唾沫嘲讽威胁，全然没把这通电话放在眼里。我死死盯着他，对着电话清晰报出地址：江北市中心医院。张上将瞬间怒意滔天，当场下达最高级别应急响应，勒令所有队伍即刻集结江北市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楚静等人哄笑不止，只当我装腔作势，转身要带赵家父子离开。可他们刚到医院门口，刺耳警笛便撕裂长空。公安队伍率先抵达，列队待命，一眼望不到头的全副武装特种安保队伍紧随而至，全员集结等候指令。黑压压的武装直升机遮蔽了整片天空，旋翼卷起的狂风狠狠席卷着四方。本次行动总负责人，我父亲生前最器重的老部下张国威，率先以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喝令所有无关人员立刻退后避让。吴楚静与赵鹏程父子瞬间僵在原地，脸上的笑容彻底僵死，威严的声音传遍医院每个角落。公告：即刻启动最高级别安全管制，严令所有人原地等候疏散，严禁擅自走动、拍照、录像，违者依法处置。医院周边瞬间死寂，只剩安保人员的脚步声、对讲机的指令声，还有赵鹏程父子控制不住的牙齿打颤声。吴楚静脸色惨白，再无半分傲气，颤抖的嘴角彻底暴露了他的慌乱。他刚转头想对我开口，一架军用直升机已轰鸣着降落，机舱门打开，头发花白的张国威大步走出，步伐沉稳，脸上是压不住的滔天怒火。我靠着墙缓缓坐下，磨破的伤口遮着浑身剧痛，阵阵发麻。抬眼看见来人是父亲生前最心累的老部下张国威，我眼眶一热，鼻尖瞬间发酸。他见我浑身是伤的模样，瞳孔骤然收缩，快步冲到我面前，伸手扶住我，连声音都在发抖。开口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我父亲的骨灰。我艰难抬起手指向走廊深处，为国家立下不朽功勋的父亲霍振国，他的骨灰坛被彻底打碎，
洁白的骨灰混着尘土洒了满地，上面印着清晰的血印，还有人留下了侮辱性的字迹。张国威顺着看去，整个人瞬间僵住，他颤抖着捧起一捧混着尘土的骨灰，红了眼眶，哽咽不止，随即猛地起身，目光如利刃扫过全场，一声怒喝震彻走廊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我看着赵磊瘫坐在地上，吓得失了态。赵鹏程此刻面如土色，嘴皮子抖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楚静，我的妻子，彻底愣在原地，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地上碎裂的父亲骨灰坛，再看看跪了一地的众人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我知道，她嫁给我30年，从未知晓我父亲是开国元勋。她一直以为我只是个普通的研究员，觉得我是可以随意甩掉的累赘。当年她嫁我，不过是觉得我老实本分。后来我常年在外做科研，她便耐不住寂寞，和赵鹏程走到了一起，还生下了赵磊。就在所有人都僵住时，赵鹏程突然指着赵磊，声音尖的变了调，把打碎骨灰坛的事全推到了儿子身上。赵磊猛地抬头，满眼的不可置信看着赵鹏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会这样出卖自己。赵鹏程见状，反手一巴掌扇在赵磊脸上，还怒斥他是不孝子，把所有罪责都扣在了他头上。赵磊捂着脸，眼里的震惊一点点变成了绝望。张国威曾是我父亲的部下，他冷眼瞧着赵鹏程父子互相推诿，嘴角露出一丝冷意。他细数着两人的罪责：打碎英烈骨灰，还有故意伤害、妨碍就职等种种行径。每说一条，赵鹏程的脸色就更白一分。张国威又厉声提起，他们曾扬言要伤害我和孩子，随后便下令调取医院监控，要求彻查所有参与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这时，一名军医匆匆赶来，向张国威禀报：我儿子霍延安情况危急，急需手术，可医院的手术室被人包场，根本不让使用。张国威闻言怒火冲天，厉声质问是谁胆大包天。很快，医院院长被带了过来，他吓得双腿发软，话都说不连贯。张国威责令他立刻安排最好的医生为我儿子做手术，还直言若是孩子有任何意外，他要承担后果。院长连连应下，连滚带爬的去安排手术室。几名军医也带着先进的医疗设备跟了上去，准备全力救治我的孩子。我撑着起身，攥住张国威的手臂，他是父亲生前器重的部下，我满心都是儿子霍延安的安危。张国威拍着我的手宽慰，说已调顶尖专家团队赶来，10分钟就到。延安他看着长大，定不会有事。悬着的心稍落，我转头看向楚静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浩辰集团掌舵人。此刻她脸色灰败，嘴唇颤抖，有话难言。我哑着嗓子唤她：30年前她许诺守家，我信了，埋头科研5年，只求给她和叶安安稳，可她却背叛我，还纵容他人伤我儿子，辱我父亲骨灰。楚静落泪辩解，说不知我父亲的身份。我惨然一笑，她嫁我30年，从未问过我的家事，从未关心过燕安，心里只有赵鹏程和赵磊。赵磊是赵鹏程的儿子。他突然尖叫，说自己不是野种，让楚静证明。楚静左右张望，最终蹲地捂面痛哭。赵鹏程见势想逃，被张国威冷声喝止。张国威冷冷开口，2名士兵立刻拦住赵鹏程的去路。张国威慢条斯理掏出一份文件，说浩辰集团是霍家产业，创始人是我母亲，赵鹏程一个外聘副总裁，没资格侵吞。赵鹏程脸色大变，汗流不止。张国威挥手让人把他铐起来，要严查他这些年的贪腐。赵鹏程腿一软跪了下来，连连认错，求我放过他，说愿意归还一切。我看着他，眼神没有一丝温度。他刚才逼我下跪时可没这么客气。我下令把他带走。赵鹏程挣扎着喊楚静救他，他全程没看赵鹏程一眼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满眼哀求。他求我看在30年夫妻情分上原谅他，可我心里只剩冰冷。夫妻2字早已在他背叛我的那一刻烟消云散。我笑了，笑容里满是苦涩。楚静刚才亲手递给我的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，从今天起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楚静急着扑过来想抓我的手，被旁边的士兵拦住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告诉他浩辰集团从今天起由我接手，他和赵鹏程这些年从公司转移的每一份钱我都会追回来，让他们等着吃官司。楚静听完彻底瘫软在地。这时手术室的灯亮了，一名军医走出来摘下口罩说：你儿子的手术很成功，多亏宋医及时。我长出一口气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站不住。张国威连忙扶住我，让我先去处理伤口，这里交给他。我点点头，被军医扶着去包扎。经过走廊时，我看到刚才对我冷嘲热讽的骑手们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，
有几个甚至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李教练直接瘫坐在墙角，两眼发直，念叨着完了。我没看他们一眼，这些人自然会有人处理。3个小时后，我包扎好伤口，坐在燕安的病床前，儿子还在昏迷中，呼吸已经平稳。我握着他的手，轻声告诉他，对不起他，让他受了太多苦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走了。这时病房门被推开，张国威走进来，身后跟着几名军官，他把一份文件递给我，说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张国威说，赵鹏程这些年利用公司名义在江北收买官员，欺压百姓，垄断行业，罪行累累，楚静也参与其中，两人非法资产初步超过50亿。我冷笑一声，他们还真敢贪。张国威又说，赵磊在学校欺凌同学，强迫女生，还有7起恶性案件和他有关。这次他施暴被燕安撞见，就叫人把燕安打成重伤，我攥紧拳头，怒火中烧。张国威拍拍我的肩膀，说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惩罚。3天后，我的儿子霍燕安终于醒了。他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他妈妈来了没有。我鼻子一酸，摇了摇头，告诉他没有。霍燕安的眼神暗淡了一下，却很快又亮了起来，说有我就够了。1个月后，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赵鹏程涉嫌多项罪名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楚静因参与贪污和包庇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赵雷未成年涉案人员，因故意伤害和强奸罪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送入少年管教所。判决下来那天，我带着霍燕安去看了楚静。他看到霍燕安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，哽咽着向燕安道歉，问他能不能原谅自己。燕安平静地看着他，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。霍燕安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了口，说他不恨他，却也不会原谅他。说完，燕安转身离开，背影笔直又坚定。走出监狱大门，刺眼的阳光洒在身上，燕安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我。他说想继续骑摩托车。我愣了一下，担心他的身体。燕安告诉我，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，可以继续训练。他的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。我笑了，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告诉他我支持他。1年后，全国摩托锦标赛总决赛上，燕安穿着红色赛车服站在起跑线上，发令枪响，10辆赛车如离弦之箭冲出。燕安起步稍慢，排在第4位，可他不慌不忙，稳稳操控赛车，在一个弯道接连超过2人，升至第2位。最后一圈，他和第1名只差半个车身。最后一个弯道，燕安突然切入内线，车身几乎贴着地面，以极其惊险的姿势超过对手冲线，全场瞬间沸腾。我猛地站起来，父亲生前的老友张国威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。燕安停下车，摘下头盔，他朝看台跑来，扑进我怀里，喊着自己赢了，拿到了冠军。我紧紧抱着他，声音哽咽，一遍遍地告诉他，我都看到了。颁奖仪式上，燕安站在最高领奖台上，胸前挂着金牌，手里捧着鲜花。国歌奏响，国旗缓缓升起。我站在台下仰头看着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我在心里轻声对父亲说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的孙子拿到了冠军，您的儿子也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金钱，不是权势，而是守护，守护该守护的人，守护该守护的尊严，守护该守护的信仰。